宇轩，今天全球人都在关注印度这一起空难。来，我们直接看到画面，这画面吓死人了。它发生空难的这个地点，它是直接往民宅里面冲下去了。现在至少200多人哦，生死不明。这应该是近年史上最大的空难。为什么？因为这一台飞机呢是从印度的西部一个叫做古吉拉特的大城里面的一个机场，叫做阿莫达巴德，刚起飞而已。但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起飞之后它突然间开始机不稳，然后摇摇欲坠。对，最后呢已经消失在画面之后呢，嘣一声火光开始出现。这时候大家知道歹机多了，因为它还在民宅以及我们讲的居民所居住到人非常密集的范围之内，而它失事的地方呢在住宅区。那这整个显示，我们讲当地电视台就拍到说，整个画面除了浓烟四起之外呢，因为机上总共有246人，对 ，OK， 至少242人。那到目前为止呢，虽然说这些人生死未卜，但大家不抱持太过于乐观的态度。你现在看到就是说，从远远的拍来，都是在市区，对，掀起浓浓的这个我们黑烟，直接掉下去，然后开始很多人在旁边围观。那马上呢，立刻就有救护车，因为距离市区很近嘛，把人给送到医院去。但是整个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而且你看到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排队围观？就是住宅区啊。对，我今天如果没有被砸到，我已经很幸运。这要怎么闪？这要怎么躲？对，所以这个伤亡你很难去估计。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是飞机刚好落到一个平地而已。当它掉落下来的时候，它是砸到了一个住宅以及呢医学院相关的宿舍。所以你仔细看它的整个屁股跟它我们讲机翼都整个还插在外面。所以代表说他是头撞进去，整个4分5裂。那这时候呢，大家都想说完蛋了，为什么？来，这就是他撞进的地方。对，这个是我们讲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医学院 ，BJ 医学院里面的宿舍以及呢相关的我们讲人住的地方。那你看这都是食堂，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点，上面有些都还有餐盘，所以代表他撞进来的时候是有人的。对，他撞进来之后，因为你不知道到底目前损伤状况。说当时这边可能人很多，都在吃饭，能够听到声音的赶快跑，没有办法跑到。就直接阵亡了。对啊，因为已经人满为患嘛，因为印度的人口密度很高，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可能人都还在行走。来，你看到这就是撞进来的残骸的部分这应该是机轮的部分，整个机轮它就鬼也卡起来。所以你想想看，当时的撞击力道跟爆炸之大，可能整栋建筑物都为之震撼。然后连呢行走的这种走廊跟楼梯，还有相关的我们讲整个结构体呢，全部都摧毁掉。来，你看这就是应该是它机屁股的部分。所以你现在连医学院到底我们讲住多少人，这边伤亡都还在统计当中。宇轩，这个图片真的是让人家毛骨悚然，因为什么？它已经变成什么稀巴烂了。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它炸完这几个地方之后，机上的人也都全部都稀巴烂了。我坦白讲，机上的人我不敢去想，但是它的碎片因为刚才讲到稀巴烂，它一定是呈现我们讲放射状，直接试射在我们讲的整个室内的空间里面。所以会不会有人因此可能你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一个小小的铁片可能弄到对人就没了所以这个状况是非常的严峻。那他们现在引述说，到底怎么失事的呢？当时民航局其实有收到 Mayday， 但是因为才刚起飞没多久之后，突然就听到说 Mayday 大概印度时间9点50分，伦敦下午它是它的起降的时间点。但是呢，起飞没多久，你看9点50分飞，10点08分的时候就失去信号。只有1分钟，因为他没有准时起飞。那呢，问题是这个机长，大家去研调说，机长这个叫做苏米特的人，是不是个菜鸟呢？是不是人为的疏失呢？发现他是中校，而且有8200小时的飞行经验，副驾驶都1100个小时，所以很显而易见的，人祸的因素呢，我们先把它降低一点。但是呢，在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波音的股价在盘前我觉得现在搞不好更惨。应声下跌，所以可以预计的是呢，今天晚上波音的我们讲的股价绝对不好。但是为什么会容纳242人？因为这一台是波音787，最大的。对，所以呢，它的每一排可以乘坐的人是大型飞机，总共有9个人，所以它的容量非常大那甚至是连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古吉拉特，就是所发生失事的这个地方。你的前首席部长呢，人也在这边。这787是一个非常比较新的一个机型，而且人那么多，然后就这样子起飞1分钟就爆炸了。所以没有人预料到这个包括你如果说有人觉得这架飞机危险的话，那这个高级官员跟部长人也不会在这边啦。那他现在人在那边也是生死未卜代表说不管你是什么平民老百姓，或者是我们高官权贵，现在都难以幸免。但是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讲说人祸的因素呢？我们先把它降低，因为很有可能真的是机械故障。大家都知道787是新型的机型，对，它是一个梦幻机型。但是呢，在当时它要出来的时候呢，包括整个在波音公司里面，
不止2个哦，是有前仆后继无数个吹哨者哦，都一直在跟你讲说这个波音呢有问题，甚至也有人出来讲说它的呼吸器呢可能中间呢会有问题，就是说在高空的时候会导致缺氧，甚至有人讲说呢它有可能会解体。但造人车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比如说其中有人吹哨者出来，他明明做完证之后呢，第3天他还要再次做证，对，就第3天的时候人没来，发现他自己坐在车子里面把自己自强了，人就没了，就走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就说他一样出来吹哨。结果他40几岁而已哦，莫名其妙跟你讲说什么细菌感染引发全身器官衰竭，就死了，人就没了。所以即便这样，他们就觉得太可怕了吧？只要你说787有问题，只要你说波音有问题，人就会从地表消失。但是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哦。你看哦，那这个是他亲自讲，这个人叫做萨勒普，他说我再次在公司当时提出质疑，对，结果我被排挤了，叫我闭嘴，还对我人身安全威胁。我的，因为他就开始他就哭了，哽咽。老板说：“你这些话谁拿到会议上讲，我就要他的命。”直接就说我就把他处理掉，直接讲那么白。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他还是坚持要前仆后继出来吗？就是怕发生今天这种状况。他说：“我有40年的工程师经验，不是我想来，我必须站出来，因为我不想见到另外一架787客机坠毁。”那这不是一语成谶吗？对，等于说当年这些人就一直劝告说，波音的这个787，它的结构跟它的组装有非常多非常大的问题，叫你不要再使用，一定要去处理。而且，请问一下，先前有没有征兆？有啊，3月7号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台777。起飞的时候 ，Lena 几个会绕链，还砸到停车场的车子，这就代表你这次飞机有问题啊！甚至是在智利的南美航空一样哦，直接这样掉下也太吓人，才刚起飞，你的轮子就掉下来了。对，这个更可怕，因为轮子掉下来哦，这是我们讲零组件的部分。对，你看 United，OK，还是美国的航空，结果呢，在智利南美这个更恐怖，为什么？升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嘣一个陡降150公尺哦。那当时你要想想看，一个飞机在空中，就是你现在看到画面，陡降150公尺，那时候人会怎么样？直接往上撞，所以一堆人撞到乱七八糟，全部受伤。跑到上面的行李箱，真的假的？对，他就直接卡住了。他你看，就是这个一只脚那边，还要别人这样拉下来，他把它拉下来，你等于想想看，当时撞击到多大？等于说瞬间甩上去之后，bang bang bang，左撞右撞，然后鬼狼龙卡来对。他直接讲说，第一个，飞机零件组装的时候，空隙大小不适合。什么叫做不适合？内机嘛。内塔嘛，等于说它不合的东西，你硬把它卡嘛。如果老旧的时候，你这种金属疲劳的话，很有可能一个零件松散，它会产生连锁效应，最后整台飞机我们讲都会瓦解掉。而且在飞机组件上用力跳呢，让他们硬对齐，什么意思？就蛮力。用力跳，对啊，就明明应该要把它锁紧，应该要对齐锁紧刚刚好，然后因为它没有那么紧。然后我们就用跳的把它挤压，把它挤下去啊！更不是铁够多样的腿哦，用人这样把你坐的飞机，我这样子把零组件这样挤下去。他说这个叫人猿泰山 ，OK， 就泰山崩于眼前呢，不动声色，吓死了，好不好？说不动声色。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只是他听证会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讲完。他说检查29架飞机里面98.7%，哎，你以为改善对不对？没改善。98.7都没有改善，对，所以台积电的良率是98.7，对不对？它的良率是不良率是98.7，吓死了。对啊，他们就说这很有可能空中简体啊，对不对？但787你虽然说用一些碳纤维的我们讲的材质哦，但是基本上为了安全运行还是要大修。所以你想想看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又发生这种灾难，不禁让大家好奇怀疑说，会不会所有的包括波音以及相关787的客机都需要进行全方面的检讨？玉凤，今天台湾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大家传得沸沸扬扬。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上网一看，台北的医院北部的医院竟然传出了有这种器官捐赠的这种争议。这是因为我心里想，不是我们之前想中国才会干这种事情吗？怎么台湾也有这种事了？对，今天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在想说，到底是哪个医院？到底是哪个医院？不过呢，后来知道说是在北部，但不是在台北。那发生的状况是说呢，有一个人他是骑机车发生了车祸，对，发生车祸之后呢，你大家送医急救嘛，那送医急救之后，他的状况不是很好，结果呢，装上叶克膜之后呢，医生评估好像没有办法救回来，所以呢，跟家属讨论之后呢，就说哦，那就是走器官捐赠。但是谁吓到了？检察官跟法医吓到了，因为你到现场要相验的时候，发现他心脏还在跳。哈，
那检察官法医说不行啊，不人还没有死啊。对啊，你在法律上面，你心脏还在跳的话，那你等于他是活的，你怎么进行相验？但是呢，医院又说啊，那没有办法，因为他主要器官捐赠的部分是肾脏，有人在等，所以呢，你必须要抓紧这个时间。后来呢，是检察官跟法医说，哦，不行，从法律的观点出发的话，你要采最严谨的程序跟解释。所以后来呢，是怎么样？把他的叶克膜拿掉之后，等了20几分钟，他慢慢的心跳，你没有叶克膜，你慢慢心跳就衰竭了。对，衰竭了之后呢，然后呢又观察了5分钟，才进行后续的一个程序。可是呢，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医界跟法律的讨论，还有大家讲说，天哪，这个器官捐赠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你知道吗？哈佛大学是做了很多高科技的研究，所以有很多的遗体。它是全球最好的学校。对，所以很多的遗体啊，发生事情之后呢，遗体会送去哈佛，给哈佛去进行人体上面的一个器官的一个研究。可是你知道吗？你一具大体、一具遗体下来的话，不是每一个它都有去用到。所以呢，当你没有用到的部分的话，会送去哪里？送到医学院的附设太平间。那照道理说的话，你应该要把这些捐赠为大体老师的死者，你好好的处理嘛。没有用到的部分，你要进行火化，然后或是交还给家属哦。结果没有想到，这一个人叫 Rocky， 洛奇呢，他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太平间里面做经理做了几年？做了30多年。从1990年代就做到2023年，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一直这么做吗？因为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他不是喜欢遗体，而是他把遗体里面没有用到的器官，他竟然拿出来拍卖。你今天任何人去卖，对你今天有任何人，你对于遗体你有兴趣哪个器官的话，我今天就像是 eBay 一样，只是这个 eBay 是开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里面的太平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来现场选购。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吗？如果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死者的家属把死者捐出来做大体的研究，那你竟然变成一个商品，然后让他去买卖，结果你知道吗？有没有人买？很多人买，很多人买，每一件都是几百美金到几千美金，甚至有上万的美金，甚至呢，你会想说，那买这些东西干嘛？我告诉你，就是很多很猎奇的人买了这些东西，那你以为他只是在家里收藏吗？他没有，他把这些遗体器官寄送给这些买家之后呢，买家说有一个叫 Case Creepy 的，哦，都已经叫 Creepy 了，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做成什么？做成商品。做成商品之后呢，他会上网去展示，你也可以买，然后呢，你也可以互相交流。那当初来讲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应该就是塑料或者是什么的吧。可是呢，当从哈佛医学院太平间的事情，从金流找到这 Creepy 的时候，大家吓傻了。那是真的，那是真人。会不会大家以前都会说，哇，你做的好像真的？会不会这些就是真的？因为过去来讲的话，你知道吗？曾经有2张解剖过的人脸，然后呢，他支付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经理 Rocky $600。那你想想看，这些东西你买了，然后呢，你的店铺上面又陈列出来的话，那这个连结应该很明确吧？所以呢，大家看到的话会非常的害怕，会不会你卖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来自于哈佛医学院的太平间，而这些都是真正人的皮肤，真正人的器官。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情出击。